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卤包中常见组成的香料以及卤汁的制作。说到香料，前面我们已经介绍到了，香指的是香气，料指的是颜料。而日常生活中大家最常接触到的咖喱，它的组成原料有八角，也就是前面我们所介绍的大茴香，有小茴香、胡椒、丁香、肉桂、生姜及姜黄。而卤包的部分呢，它的来源以及组成就复杂多了。卤包中常见的组成原料有甘草、大茴香、丁香、小茴香、肉桂、肉豆蔻、白豆蔻、花椒、山奈、草果、郁金等等。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甘草。甘草或许大家不陌生，它的一个来源为豆科的植物甘草。我们用的是它干燥的根及根茎，性味是味甘性平，归心肺脾胃经。而甘草的功效呢，有补中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以及缓急止痛、调和药性的作用。甘草的应用呢，非常的广泛，不管是在医药上，或者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饮食的调味上，都会用到甘草。而甘草的选购要诀呢，是以原药材调出，而它的体坚实、质重、粉性大、味甜为佳。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卤包的部分。卤包的部分呢，由于网络的发达，网站上有许多资料。在这个地方介绍一个好的网站，就是杨桃美食文化网。杨桃美食文化网呢，里面有卤包一网打尽的这个系列的内容，可供大家参考。中药除了提供香味以外，也可以当成天然的色素，而卤包就是运用让食物变得更秀色可餐，而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在卤包一网打尽的网站中呢，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参考各个卤包的一个制作方式。而卤包它的组成药材并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课程中所介绍的内容。卤包的材料包含了哪些素材呢？其实卤包的材料一样跳脱不出辛香料，包含了有丁香、草果、小茴香、花椒、甘草、八角等香料。一般我们会将这些卤包的药材装入棉质的卤包袋中，而卤包要运用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通常需要制成卤汁。而卤汁的材料呢，或许大家也不陌生，通常会用到细糖、料理酒、葱、姜、水以及酱油等等。而一般在制作卤汁时所用的水约1500cc。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卤包的做法。卤包的做法很简单，只需要把卤包所用到的组成药材装入我们的棉质卤包袋中，再用棉条或者是棉绳把它捆紧，就做成了卤包。接着我们取一个汤锅，将我们的葱、姜拍松了以后，放入锅中，加入开水以后呢，再把它用中火煮到水开。接着我们再将酱油、料理酒放到锅中一起来煮。
等我们的开水煮滚了以后呢，再加入细糖以及卤包，转小火煮滚约5分钟，就可以闻到香味发散出来。在介绍完卤包的一个制作以及卤汁的一个制作之后，想必大家对于卤包有初步的认识了。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卤包的种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卤包以及卤汁跟我们的饮食息息相关。或许大家一开始会摸不着头绪，到底有哪些卤包以及卤汁呢？接着我们将为大家来细说从头，介绍这一些常见的，例如有综合卤包、羊肉卤或者是姜母鸭等等的这些卤包的一个组成。希望在介绍完这一些卤包的种类以及组成之后，你会对于卤包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认识。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羊肉卤的卤包。羊肉卤的卤包中常用到的一个中药材有枸杞、川穹、陈皮、熟地、当归、红枣、黑枣、玉竹、桂皮、小茴香等等。姜母鸭卤包，常见于姜母鸭卤包中的中药材有姜、红枣、川穹、当归及甘草。姜母鸭卤包中特别的一个香气，最主要是川穹以及当归这一类药材挥发性的一个成分。曾经有小朋友问妈妈说，为什么姜母鸭一定得用母鸭？其实是小朋友会错意了，在这个地方用的是姜母，而不是用母鸭。药炖排骨卤包，常见的药炖排骨卤包中的中药材有黄芪、当归、川穹、枸杞、沙参、桂枝、黑枣、甘草以及熟地等等这些药材。而药炖排骨的卤包中，特殊的这一些香气，主要归咎于当归以及川穹以及桂枝等等这些药材具有挥发性的这些成分，所具备有特殊的一个香气。肉骨茶卤包，常见的肉骨茶卤包中，所用到的中药材有生须、白胡椒、八角、桂皮、陈皮、黄芪、红枣、枸杞、当归、山药、熟地、沙参、玉竹等等。而肉骨茶卤包或许在台湾并不是很有名，但是在东南亚，肉骨茶的料理或者是肉骨茶卤包可是鼎鼎大名了。万用卤包，常见的万用卤包中所用到的中药材，不外乎前面我们有介绍到的5香的主要组成，例如有八角、小茴香、陈皮、花椒、甘草、丁香、桂皮、山奈等等。万峦猪脚卤包，常见于万峦猪脚卤包中的中药材有香叶、草果、桂皮、八角、花椒、沙姜以及甘草等等。在这个地方，大家听到万峦猪脚的卤包，或许你就会想起屏东的万峦。港式卤包，常见的港式卤汁卤包中所用到的中药材有香叶、草果、八角、桂皮、沙姜以及丁香、花椒、小茴香、甘草等等中药材。东山鸭头卤包，常见的东山鸭头卤包中的中药材有桂皮、八角、甘草以及花椒、草果等等。香辣卤水卤包，常见的香辣卤水卤包中的中药材有香叶、草果、八角、桂皮、沙姜
丁香、花椒、小茴香、罗汉果1/4颗等等。在这个地方，罗汉果或许大家有听过，罗汉果也是中国广西省所盛产的一个中草药。咸水鸭卤包，常见的咸水鸭卤包中的中药材有甘草、八角、沙姜、花椒、小茴香以及陈皮。在这个地方，咸水鸭的卤包，它的味道并不是特别的一个辛辣，或者是特别的一个气味，陈皮、甘草都是用来调味用的。麻辣卤水卤包，常见的麻辣卤水卤包中的中药材有花椒、八角、丁香、桂皮、川穹、香叶、甘草、白豆蔻、草果等等。对于吃素的民众们，或许大家想要制作素食的卤包，像素香卤包中常见的中药材有小茴香、八角、桂皮、花椒等等。当然，我们介绍了这些卤包的一个种类，说真的，只需要把动物性的食材替代成一些素料，其实都是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些卤包的一个风味，并不是局限于一定得用动物性的一个食材。对于吃素的民众们，或许大家想要制作素食的卤包，像素香卤包中常见的中药材有小茴香、八角、桂皮、花椒等等。当然，我们介绍了这些卤包的一个种类，说真的，只需要把动物性的食材替代成一些素料，其实都是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些卤包的一个风味，并不是局限于一定得用动物性的一个食材。在介绍完各式各样的一个卤包中不同的中药材组成之后，想必你对于不同的卤包应用于不同的料理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吧？而中草药以及中药材都有不同的一个功效以及药性，其中在卤汁卤包中会让我们吃了嘴巴会麻的，通常是花椒。而在不同的料理当中，具有特殊的香气的这一些中草药辛香料，例如肉桂，它就有特殊的气味，而当归以及川穹也是具有特殊的气味。想必在未来你在尝试这一些各式各样的料理时，只要有用到卤汁跟卤包，你或许想要去分辨出这里面到底放了哪些中药材吧。